这里是日本静冈县的热海市花火大会。2025年，我们开启了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旅行，而我们的第一站便选在热海。长途飞行总是很熬人，但一天之内从相对单调的加拿大切换到无比新奇又有些熟悉的日本，还是让我们非常的兴奋。到达东京后，乘地铁前往浅草，民宿就定在浅草附近。安顿好后，天色已暗，我们便出门去有130年历史的浅草京办吃寿喜烧。浅草京办是网红名店，店里的装潢不算新潮，但服务极为周到。服务员会为顾客热锅烹饪，讲解吃法，饭后还会赠送小礼物。我们点的是中等价位的套餐，前菜的色香味相对一般，寿喜烧本身确实好吃，但是相对于高昂的价格来说，浅草京办谈不上惊艳。相比之下，去年在东京转机时，在银座吃过一家寿喜烧，性价比和味道都更让我印象深刻。但无论如何，这家老店值得来体验一次。饭后回到民宿好好休息，为明天的泸沽湖之旅和热海花火大会养精蓄锐。因为花火大会在夜晚举行，旅行团的集合时间是下午1点，所以早晨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觅食。对于爱吸溜碳水面食的我们来说，必须先去心心念念的日本拉面圣地伊兰拉面打卡。除了独特的用餐环境和服务，这一碗豚骨拉面真的让我们体验到了什么是大快朵颐的满足感。饱餐之后，我们在东京丸之内集合，正式开启当日的行程。导游小新多年前来日本留学，喜欢日本文化，现在在当地做导游。车上他为大家讲解了日本的地理和历史知识。日本的行政区域划分是一都、一道、两府、43县。一都是东京都，一道是北海道，两府是京都府和大阪府，其他地区由43个县组成。今天我们从东京都出发，先去神奈川县的箱根町的泸沽湖，再转往静冈县的热海市。出了东京，高速变得狭窄，习惯了北美宽阔公路的我，坐在大巴上不禁觉得日本的山路又窄又蜿蜒，时不时的大转弯有点像坐过山车，视觉上让人有点紧张。从卫星图能看出，泸沽湖不在平原，而是坐落在群山之中。它的形成源于千万年前的剧烈地震，这里塌陷成了洼地，雨水与地下泉水长期汇聚，形成了泸沽湖。今天出游唯一的遗憾是天气不作美，浓云遮蔽了远处的风景。若是晴天，在泸沽湖可远眺富士山，可当日一片云雾，连轮廓都看不到。湖上有一艘海盗观光船，零星几位钓鱼佬，画面显得宁静而孤寂。我们在码头短暂停留后，就继续乘坐大巴前往泸沽湖最著名的平和之鸟居与箱根神社。下车后，我俩直奔鸟居，毕竟是打卡圣地，排队的人超多。因为一会儿还要去热海，导游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，所以我和太太决定只在外围看看就走。平和鸟居属于箱根神社，2战结束后1952年被建立在此。顾名思义，这座鸟居的寓意是祈愿世界和平和安宁。顺着平和之鸟居的阶梯一路往山上走，就来到了箱根神社。神社在日本广泛存在，所供奉的神明也是五花八门。除了日本神话中的各路大神，还可以是山河湖海、风雷水火，或者是树木岩石等。箱根神社历史悠久，位于古代连接东京和京都的重要通道东海道上，历来被视为旅人的守护神。现代人多来祈求交通和旅行平安。我们在神社买了一些交通安全祈愿的玉手，既为自己祈福，也是不错的伴手礼。神社旁有一座九头龙星宫，供奉着九头龙大神。传说古代泸沽湖曾有九头龙作乱，后来被高僧降服后，成为守护泸沽湖的龙神。星宫前的九头龙净水池，泉水由龙口涌出，这龙神水来自箱根山的天然地下水，传说是净化不洁之物的圣水。由于是真正的天然地下水，所以这股灵泉可直接饮用。离开箱根，我们继续前往当天的重头戏热海。热海这座海滨小城，名字与花火大会似乎天生契合，烟火会在海上绽放，观众坐在海滩上仰望。由于热海三面环山，
所以烟花声在山间回荡，声效也极其震撼。花火大会的开始时间是晚上8点多，我们4点多到达，先在小城里闲逛并吃晚餐。热海常住人口只有3万多，但因为花火大会，每年会迎来数百万人次的游客。在举办花火大会的夜晚，街道和酒店里顿时热闹非凡。海滩边的银座町是最热闹的区域，街上的很多游客并非日本人，穿和服的外国游客也不少。餐馆门口普遍排长队，我们在多番比较后，选了武铁热海店的海鲜冻，先吃盖在饭上的新鲜生鱼片，之后加入茶泡饭的小料与鲷鱼汤，把剩饭变成美味十足的茶泡饭。晚饭后，天色渐暗，海边的蓝调时刻格外宁静，白天的大风似乎也收敛了，整个小城屏息以待。谈到日本的花火大会起源，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江户时代。对日本人来说，烟花既有祭祀辟邪的意义，烟花转瞬即逝的灿烂也与日本传统美学中的物衰的审美相契合。热海花火大会的起源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1949年的热海遭受台风侵袭，巨浪摧毁了沿海140多户房屋。隔年1950年，热海车站发生大火，数日后市中心又发生大火，共烧毁了近1000栋房屋。1952年，为纪念灾后重建并祈愿城市复兴，当地政府与商会举办了首次花火大会。从那时起，热海花火大会逐渐成为城市的标签，到现在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了。沿着海滩走了许久，我们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位置，最终在一处略显拥挤的台阶上坐下。虽然不算舒适，但视野很好，海边已经是人山人海，但秩序井然，没有喧哗和混乱。伴随着日语广播不停的循环播放，我们在现场的期待感也越来越强。终于，花火大会开始了。我从未见过如此震撼的烟花秀，尽管这只是一场3000发烟花的小型花火大会。很多大型花火大会的燃放量能高达上万发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已经被足够震撼和感染到了。这一刻，日本的物衰美学被体现得淋漓尽致，短暂的美好伴随着淡淡的哀愁。知道正盛开的樱花会马上凋谢，绽放的烟火会瞬间消失，令人感叹惋惜的同时，也提醒我们要更用心地去欣赏和感受。短暂的美丽带来的不是哀伤，而是让人意识到美好会逝去，时光不可逆。正因为短暂，才格外珍贵。学会平静地接受人生的无常，并且懂得珍惜当下。